尤其是扎铁柱那个施工队，那是优秀施工队啊！我敢把这样一支队伍交给他，那是因为我很了解他，我对他很放心呐。大川，我不敢放心呐！扎铁柱不会放火，其他人呢？现在经济纠纷这么严重，矿上又破了产，就不敢说没有人一气之下失去理智啊！好，刘元玲，请你再仔细的回忆一下，周培成是什么时候来到那个电焊火厂的？是在你去4楼之前呢，还是在上4楼之后呢？周培成好像和我差不多上去的。哦，要不然就是之前，周培成不想救火，扎铁柱非得让他救。周培成还说呢，救什么火呀？烧死苏阿福算了。哎，刘元玲，你说的情况都是真的吗？一定要实事求是啊！就是这么个事儿嘛。那不信你们就去问扎铁柱，周培成。这不要你烦，我们自己会去问他。后来呢？后来啊？后来你们都知道了，我就去了夜巴黎，陪那个广东佬唱歌跳舞。如果这把火不是因为你的原因造成的，扎铁柱，你一定很开心吧？吴局长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是不是怀疑我故意放火呀？哎呀，这误会可就闹大了。我是党员，还是总支副书记，我干过矿山救护队长，哪里出现险情我就冲向哪里。我5次因公负伤，2次差点把命都送掉了，怎么可能故意放火呢？他水火无情啊！火一起，死的就不是一个苏阿福，他祸及多少无辜啊！对。孙队长，我刚倒明白，你们带我来不是扫黄啊，就为了弄清楚大伙的情况。您看我这情况都说清楚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走？你往哪儿走啊？现在就该说说你那些大生意了。好了，大川，情况我都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黄书记，你可得多做叶检察长的工作。该说的情况我会说的，不过违反原则的事儿，你别指望我啊。这么晚了会是谁啊？不会是叶检吧？不会吧？你们这是？对不起，黄书记，我们请李大川到公安局去一趟。哪儿有什么大生意呀？就是一个广东岛嘛。不止，那可不止。你刘艳玲是有名的歌唱家嘛，名气大得很。孙队长，您是不是开玩笑呢？开玩笑？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吗？刘艳玲，我再说一遍，你今天的性质相当恶劣，非常严重，知道吗？你说大富豪娱乐城烧死那么多的人，你不向公安机关报告，还跑到那种地方继续做，你，那谁都得说呀。说，全都说，凡是跟你做过的。喂，叶子清，你本事真大呀，让公安局上门抓人了。黄国秀，怎么回事？是公安局的人把李大川带走了。肯定是调查取证涉及到了李大川，对不对？这一点你应该想到嘛。大富豪是你们方舟公司第3施工队装潢的，作为总经理、法人代表，李大川明显和这场火灾有牵连，所以你们有责任、有义务帮我们把这件事情搞清楚。扎铁柱，现在的事实是：第一，因为你烧电焊引起了这场大火；第二，你们方舟公司第3施工队
和苏阿福的大富豪娱乐城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纠纷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可经济纠纷和火灾没关系。我们老总李大川一再提醒我们，要我们通过协商或者法律途径解决问题。我的为人，李大川可以证明。好了，扎铁柱，今天就谈到这儿。啊，你们还得找歌唱家刘艳玲啊，她看到我积极救火的。这跟你没关系。好好看看记录，签字吧。反正我不是故意放火的，刘艳玲能证明。我就是对苏老板意见再大，我也不会去放火呀。这你们不能赖我。扎铁柱，你知道这场大火烧死了多少人吗？不知道。154个。即便是失火，你小子也是罪大恶极，罪不容赦。什么？烧死了154人？武军，方舟老总李大川已经控制住了。哦，在什么地方？在叶简家里。怎么会在叶简家里？可能是说情吧。别胡说。武军，喂，您好，将军又催了，要审讯材料。告诉将军，我马上过去了啊。武局长，电话。啊，哎，你们两个呀，立即去通知将军啊，一定要快。我说你怎么了，孙队？你神经有毛病啊！被烧死的150多个人还在那扔着呢。省市委那么多领导都在那等着汇报，你们居然还审什么嫖娼卖淫的问题？行了，把那个3位小姐的笔录一同给我送过来。好，武局，我马上安排。真是毛病！好，立即拘捕周培成。是，武局，将军等着你呢。你先向将军汇报吧，告诉他案情有重大突破。好，武局，扎铁柱还没有说实话，我们还要再审啊。对。这事儿你负责了。是。我是常山。材料我已经拿到了，马上上。接通了以后我才能。接通了以后我才能。我们自己把那个材料给我拿一下。好的。您看这个材料，还有这些，非常严密。哎，你赶紧把这个材料给复印一下。好，我马上去办，马上去办。你把那个材料给我拿一份。好，还有这些，您看。复印2份。喂。好的。喂，请接北京。小白，你忙。我不知道事情都知道了啊。还有啊，这件事情我也不清，你不要着急嘛，咱们先开会啊。王省长，现在的死亡人数是155人。消防支队1大队副队长钱光辉同志伤势太重，抢救无效，半个小时以前在医院里牺牲了。好了，黄国秀，别多说了，你马上到市里开紧急会议。好了。没接到通知，现在我通知你，赶紧过来，有话会上说吧。唐书记，国家安全生产局要你们领导亲自汇报。好，王省长，那我就如实汇报了。不，朝阳，还是我来跟他们说吧。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，怎么能让省委领导出面替我们顶雷呢？算了，我出面可能比较有利。再说，我也有责任。我不但是常务副省长，毕竟以前是这里的市长嘛。这不合适吧？我觉得王副省长考虑挺周到的。你们来这才几个月，不到1年嘛。我和王副省长是这儿的老人了。是啊，我跟老陈多担点责任，你们的压力就会减轻一些。哎，我看是不是让林市长赶快回国吧？你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让朝阳一个人在这儿，是不是？
我觉得没必要。王省长，你说呢？我的意思是这样，事情既然已经出了，我看就让小林市长好好招商吧。好，事故要处理，往后的日子也得过嘛。但是你要告诉林强，坑口电站的合同必须签下来。好，那我和小林市长谢谢省里领导了。不说这么多了，都顾全大局，面对现实吧。把北京电话给我接过来啊！我再去了解一下。哎，好吧，经理啊，行。哎，子金，哎，就这样，哎，再见。哎，兄弟，大富豪前的门面房是怎么回事啊？放心吧，还能怎么回事？无法无天，我也是刚知道的。那你们城管委是怎么监管的？到底负责任没有？你说钟楼区城管委啊，是干什么吃的？这样，会议散，我马上去查。我先跟你老同学打声招呼，这件事的性质特别严重。我知道，门面房影响救火了嘛。好的。里面请。里面请。是。尽管措施比较果断，救援行动呢也比较及时，但是火灾造成的后果仍是比较严重。我们省委省政府和常山市委市政府要向中央做深刻的检讨。省委书记赵培军同志正从上海紧急往回赶，刘省长在半个小时之前已经赶到了首都机场。火灾起火的原因正在调查，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向您汇报。对，好的，是。唐书记，王市长，起火的直接原因已经查出来了，是电焊施工引发的。有关嫌疑人已经被我们办案人员控制起来了，其中有方舟公司的经理李大川，还有公司的第3施工队长扎铁柱，还有一位在场的3陪小姐。郑刘啊，有没有放火的可能啊？目前我们正在紧急排查，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？有没有？目前还没有发现这类证据，但是。那就叫下面的同志不要乱说话了。这才几个小时，怎么就谣言满天飞了呢？王省长，有位姓周的施工工人有放火嫌疑。你是说，方舟装潢公司的工人放的火？现在不好说，但是5局现在正在追捕那位姓周的放火嫌疑人。王省长，唐书记，人都已经到齐了。陈主任问是不是开会？你让陈主任再等一等，继续说。走吧。好吧，就这样。吃吗？不，谢谢。哎，听说王省长和唐书记都发大脾气了。是啊，领导们都急眼了。唉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我还请人家王省长来看夜景呢。喂，国庆啊，这样啊，你去查一下死者的名单，不要搞错了，一点差错都不能有。好，好，就这样。哎，子金，大富豪的老板苏阿福也烧死了。这都是外面在瞎传，别乱说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你家黄破产来了，啊，马上开会。哎，子金，能不能出来一下？这儿人多，不太好说。啊，对不起啊，这就要开会。我知道，就一会儿，快点。水还是热的。叶子清，你听我说，唐书记有话了，要把李大川视为典型。你们这么做，是不是也向市委请示一下，听听唐书记什么意见啊？没这个必要嘛。怎么？唐书记和市委也得依法办事。怎么啊？唐书记又缠上叶检了？对，我是市委啊。唐书记，我是向叶检传达您和市委的指示的。我和市委的指示用不着你传达，开会去吧。
子敬同志，你是检察长，有个招呼我必须打在前头。说情风，要坚决顶住。这场火灾，不论涉及到谁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都要依法办事，一查到底。是，唐书记。将军，走吧。走。叶姐，怎么了？向你通报个新情况。各小组注意，各小组注意，集中搜寻城乡结合部各路口。据判断，目标为2个人，很可能逃往南二矿区方向。王省长，开会吧。老陈，同志们，开会了。5月13日21时05分，我市大富豪娱乐城发生了严重的火灾。现在，我把火灾的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。周培成的潜逃，更证明了放火的嫌疑。看来放火的嫌疑越来越大了。是的，叶姐，别嫌我多嘴，该提醒的我还得提醒。你得敲敲你们家那位破产书记，别让他对李大川、扎铁柱大包大揽了。唐书记是火透了。我也对这个黄破产火透了，知道吗？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马上带回。好，叶姐，好消息，周培成落网了。哎呀，就这样。太好了，这么果断及时啊，真服了你了。这才是开头啊！我一赶，麻烦事还在后面呢。走吧。我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，我们的消防武警是经得起考验的，在这种生死关头，他们奋不顾身，争先恐后地冲向火海，真是可歌可泣。就在我们这个会召开的前10几分钟，我们消防支队1大队的副大队长钱光辉同志壮烈牺牲了。兄弟，我们这次麻烦大了。扎铁柱，我明确地告诉你，我们已经把周培成抓到了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知道，我啥也不知道。那你们施工队和苏阿福的20万的经济纠纷，你也不知道？你问我们队长扎铁柱去。周培成，你今天到底去没去过火灾现场？没有，就是没有。那你跟刘金水掏什么？你别想赖我。掏什么掏？我们有行动自由。这场大火暴露出了很多问题，有些问题是很严重的。大火的当时，我们政府的职能部门有10几位公务人员就在里边娱乐。我要问的是，这10几位政府的官员们都是自费进去的吗？不可能吧？听说一般消费都在100多块钱。地税局的赵局长来了没有？陈主任，我来了。你知道吗？你那儿下属的一个地税局的官员，当时以检查工作的名义到了娱乐城，老婆孩子也跟着去了，他们也是检查人员吗？你知道这个情况吗？啊，这我也是刚听说的。我们市局领导有责任。周培成，你不要死不承认。你以为你和刘金水、扎铁柱定了攻守同盟，就可以蒙混过关了？哼！我提醒你啊，有人在现场看到你了。那他可能看错人了。你坐下。还有，我想问你们一下，公安局的江局长，分管大富豪这一片的分局局长是王晓峰吗？
啊，你知道吗？王晓峰就经常出入大富豪，而且跟苏阿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。这是不是你们的警风警纪问题啊？该不该查一查？如果这个目击证人是偶然路过，无意中看了你一眼，有可能是认错人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目击证人和你一起救过火，而且和你和扎铁柱还待过一段时间，亲耳听到你对扎铁柱说：“救什么火呀？烧死苏阿福才好呢，对不对？”不对，这话我没说过。我说了，我当时不在现场，确实不在现场。那你找苏阿福要钱的时候，威胁过要放火吧？上午吵架时我说的话多了，这话我记不清了。周培成，你终于承认你上午和苏阿福吵架了啊？周培成，你不要这么嘴硬，你现在已经涉嫌放火犯罪了，知道吗？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，被告人没有供述，证据确凿的，也可以认定有罪，并判以刑罚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不承认，我们就不能抓你，不能判你了。江局长，这些警风警纪的问题，我看是不是要好好的整顿整顿？陈主任，对特权人物我们会坚决打掉。江正刘同志啊，我看陈主任这个醒提得很好，非常好。警风警纪必须好好整顿，我们的公安干警绝不能有特权思想。周培成，如果你没有放火，你也用不着害怕。即便你承认到过现场，我们也不会认定这把火就是你放的，啊！我们办案要重的是证据，不仅仅是口供。吴局长，那你何必问我呢？你把证据拿出来好了。江姐，王晓峰的事情我还得向你解释一下。啊，我知道这不是你的事，有些事太复杂了。吴局已经初步查明他到过现场，把他给我铐起来！周培成，你不是要证据吗？我告诉你，刘金水已经交代，在大富豪着火前的1个小时，你到过大富豪。后来又一个人慌慌张张的回来了，说是扎铁柱不小心把大富豪给弄着火了，搞不好要进去。还说扎铁柱交代的，叫你千万不要承认到过现场，对不对？啊？吴局长，我说我是到过现场，可哎呀，下面我说一说陈管委。陈管委在这次大火当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检讨。说检讨都说轻了。大富豪门口那一片违章建筑物怎么盖起来的？谁批的？当初2年前吧，就有人在这盖了大片的违章门面房，我们就勒令把它给拆了嘛。怎么现在有的人还敢在这盖起来？而且就是这片违章房，严重的影响了救火。周主任，这些事儿你清楚吗？陈主任，会议结束，我马上就去查，我已经通知下去了。查，一定得查，一查到底。好。不说别的，就是这片违章房影响了救火，你们就有渎职的问题。是，我们市城管委负有领导责任。那你说清楚，你到现场干了些什么？我能干些什么？我就是想给扎队长帮忙。我是电焊工，这份电焊活本来是该我干的，我闹情绪不去，扎队长才去了。我到现场以后，发现突然起火了，我就和扎队长一块儿，还有一个小姐，一块儿去救的火。周秀丽同志啊，今天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
我看你们城管委的领导责任是不小，起码是，工作不扎实，是不是？就这个样子，你们还敢请我到常山市来看你们的量化、看夜景？我在常山做市长的时候，不是没有提醒过你，抓工作一定要扎实。是，王省长。这一段我一直忙着在抓量化，所以其他工作就有些松懈。是你先发现的火情，还是那位小姐？那位小姐，她在我前面上的楼。你记得你去大富豪是什么时间吗？大约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好好想想，想清楚再说。大约8点多钟吧。8点多多少？准确点。好像是8点刚过。从你宿舍骑3轮车到那儿，大约需要多少时间？大概半个小时吧。可你用了1个小时啊！那半个小时你干什么去了？啊？你是不是到大富豪里边逛了逛？怎么？你真的怀疑是我放的火？着火前，我根本没到娱乐城去过，真的。这老人家，变态。别发牢骚了，那片门面房不是事实存在吗？周排长，你先别急着解释，先回答我的问题。那半个小时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你既然没进娱乐城，那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在路上和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撞了一下，我们吵了起来。什么街？日春路口。那个老头姓什么叫什么？这我哪能知道啊？形容一下他的相貌。就是一般的老头吧，不高也不矮，不胖也不瘦。你这等于没说嘛？他长什么样你不知道啊？我哪能知道？老头长相很一般。王副省长、陈主任刚才说过的，我这就不再重复了。最后我再强调一点，这次火灾损失严重，影响恶劣。在这种非常时期，各个单位、各个部门，常山市的每一个党员都有责任，在省委、省政府、市委、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做好善后工作，要保持社会的稳定性。南部集团的黄国秀同志今天也来了。国秀同志，我提醒你注意一点，南部破产矿工人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好，要有全局观念。啊，唐书记，那我简单汇报一下吧。这场火一烧呢，我们这边的副作用肯定不小。闹不好这个方舟装潢公司要关门，我担心会激化矛盾呢。周佩成，你给我放老实点。大富豪这场火烧死的不仅仅是1、2个人呐，而是150多个人呐！多少个家庭被这场大火给吞噬了？多少儿子失去了父亲？多少妻子失去了丈夫？多少老人失去了儿子和女儿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和你怎么没关系啊？你不说过要放火的吗？周佩成，苏阿福是个大富豪，这150多人也他妈是大富豪吗？啊？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勤勤恳恳、勤劳致富的老百姓，啊，利用闲暇时间到大富豪去娱乐一下，结果却落得了这么个下场。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你！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谈，努力做点工作。可这，唐书记，现在外面谣言四起，好像真是我们工人放火。哎，国秀同志啊，放火还是失火，不是现在还在查吗？同志们，今天的通报会就先开到这儿。散会之后，刘市长，善后处理小组在第3会议室开会，秦书记，接待组到第2会议室集中。估计天亮之后，中央领导、省委的赵书记、刘省长就要到了。请子敬同志还有郑流同志
和政法委书记、纪委书记、法院院长留一下，啊，我们继续开会。好，散会。我咒的不是他们，是大富豪，是苏阿福。周会长，我看你的心态很成问题了，不恨穷，只恨不均，是不是？我恨的是不公。现在你说公平吗？苏阿福他怎么富起来的？他怎么就敢这么公开的开妓院呢？你们公安局还保护？周培成，你这话说的要有根据啊！苏阿福这个娱乐城是妓院，我们哪个公安保护了？今天请你把话说清楚，我们一定去查去办。黄国秀，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叶简，是我求你了。扎铁柱什么人，我心里最清楚了。扎铁柱，你还准备顽固到什么时候啊？人家周培成自己都承认了，到过失火现场。反正我没见过周培成。那我问你，三陪小姐刘艳玲，她会撒谎吗？啊！别问了，你们枪毙我好了。好好好，叶子敬，我不给扎铁柱打包票啊。可你也听好了，如果你们司法机关真把这场失火定为放火，错杀了这个昔日的抢险队长，我就陪你们把这场官司打到北京去，打到最高人民法院去。你冷静点啊！现在谁下结论了？叶姐，我跟您汇报一下情况。啊，你等一下啊。你还知道没下结论啊？啊，那就让谣言这么乱传，都杀声一片了。哎，我是黄国秀啊，社会上的舆论也要我负责任，你讲不讲道理？我不跟你说了。哎，叶子敬，你可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该你在家值班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天一亮我就集中办案。黄国秀，叶姐，你们家这位破产书记脾气还真见长啊！啊，整天就知道喊。我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。查谁办谁啊？吴局长，这种官腔就别打了。好，周培成，咱们今天不谈这些，以后你有的是时间谈。如果你说的是事实，我们一定会依据党纪国法严肃处理。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都不应该成为你仇视社会、进行疯狂报复的理由。怎么，吴局长，你还真以为这把火是我放的？周培成，现在没有认定你就是放这把火的人，但是也没有认定你就没放过这把火。这把火到底怎么烧起来的？我们会做进一步的调查，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真相大白的。照这么说，吴局长，你们现在抓我，没有多少理由啊？怎么没有理由啊？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你已经涉嫌放火犯罪了。现场的情况证明啊，起火的直接原因是电焊的灼热焊流从4楼落到了3楼仓库，引燃了仓库里的剩余装潢材料、油漆和娱乐城的旧沙发。公安人员呢，在4楼发现了烧坏的电焊机，在3楼仓库发现了凝结成块的电焊流。从表面来看呢，这是一场电焊作业不慎引起的火灾。但是呢，目前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哦，这么说，有放火的迹象和线索了。是的，3楼仓库有汽油燃烧的痕迹，公安局正在查。好，老书记啊，我正想过去汇报呢。好的，好的，先这样，你把审讯记录带过来，我要看一看。啊，就先这样。王省长，陈汉杰同志好像有点情绪啊。是啊，看来这个老班长对我是有误会啊。我倒觉得他不是对你有误会，而是对公安局长江正流有看法。就在今天下午，江正流下令把他儿子陈小木给抓起来了。这事我知道了。这个江正流一点脑子都没有。王省长，唐书记，跟您汇报一下，刘省长的飞机已经起飞了，估计2个小时以后到达省城。啊，省政府的车
已经在省城的机场等候，估计5个小时以后到达长山。裴军同志呢？什么时候能到长山？赵书记的手机关机了，没有联系上。如果没有意外，应该在上海浦东机场上的飞机，现在8成是在天上飞着呢。王省长、唐书记，这是你们开事故通报会期间北京发过来的传真和明码电报。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、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有关方面领导相继发出了一系列严厉指令，要求我们彻查严办。娱乐城的营业执照、消防合格证、文化经营许可证，找到没有？啊，没有。据大富豪工作人员反映，这些相关证照他们全没见过。死者的名单核对的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对不上号的失踪人员？还没有最后核实完。我让咱们的同志一直盯着呢。哦，对了，王晓峰还真让我们抓着了。大富豪的工作人员揭发说，王晓峰和苏阿福是把兄弟，没少在大富豪签过单，有渎职受贿的嫌疑啊。张姐，这件事情先不要说啊，别再让郑流同志他们误会了。先别说。这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好，你放心，不会误会的。你和子敬好好的配合啊。好，就这样。医院刘院长吗？是我。我问你，省里边烧伤专家来了没有？到了。你记得，张支队长无论如何不能再出问题全力抢救。好，就这样。陈主任，案情分析会你还参加吗？当然参加。走。他们还敢睡觉？毛才，你让他们通通给我爬起来，赶到中部区城管委集中。我去办公室拿着材料，马上赶过来。开快点。情况呢，基本上就这样。是啊，你们辛苦了。彼此，你不也没闲着吗？简直像个噩梦啊，头都忙大了。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电话都追过来了，省检察院和公安厅的一把都往长沙赶了。还好，案情基本算是清楚了。看起来还是公安局过得硬啊，这么快就把起火的原因查清楚了，把重大的涉嫌犯也都控制起来了，抓住了战机，开局不错。王省长，这不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吗？我们公安局干的就是这个。是啊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嘛。这种时候，就看你们是不是过得硬了。可千万不能再给省委、市委造成进一步的被动了。不光是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，都要发扬这种主动出击、连续作战的精神。五局啊，把你们掌握的情况汇报一下吧。根据几个犯罪嫌疑人和目击者的初步供述，以及现场取证的情况来看，这场火的疑点很多，不能排除有人故意放火。而故意放火之人，很可能是方舟装潢公司第3施工队队长扎铁柱，也有可能是该队的电焊工周培成。郑流同志，这也是你的判断吗？是的，唐书记。在调查期间，武成义同志和我一直保持通气。张局长，你们有什么根据？陈主任，这不是我们一家的判断，业检和检察院的同志都有相同的共识。您知道，在取证期间，检察院和我们一起密切配合，很多线索呢，还是检察院同志提供。是的，王省长、唐书记，放火的嫌疑呢，的确不能排除。唐文林啊，你别说了，恐怕你这个区城管委主任是逃不掉了。你不知道，在会上陈汉杰就直接向我发难了，指着鼻子训我，连王省长都训我。毕竟是死了150多个人啊，看来你这次是撞到枪口上了。哎，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啊，这次处理是一定的了，搞不好啊，估计啊，车尸是轻的。叶检察长还有检察院马上就会介入啊。周主任，那就算监管不严，也就是个领导责任嘛。好了，这样啊，检察院那边我去做工作，
但是你们一定要端重态度啊！好吧，那我马上过来。子京同志啊，谈谈你的想法和看法。你这个检察长有什么想法？但是有一点，我要充分肯定，就是敏感性。你和检察机关的同志们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，和公安机关配合的不错。要表扬。王省长，现在是公安机关在第一线办案，还是先听听5局和江局他们谈谈吧，别冲淡了主题。我自己有什么想法或者是看法，我回头再汇报。王省长，我也不是什么有敏感性，这事儿也巧了，昨晚上在陈主任家汇报工作，听说大富豪着火了，我跟着陈主任就过去了。对，是这样的，我可以证明。王省长，其实我真不是有什么敏感性，这事儿也巧了，昨晚我正在陈主任家汇报工作，听说大富豪着火了，我就跟着陈主任过去了。对，是这样的，我可以证明。5局，你谈吧。好吧，现在看来存在以下3个疑点：第一，方舟装潢公司施工队和苏阿福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纠纷，这一点李大川、查铁柱、周培成都已经承认，并且承认他们对苏阿福的不满情绪非常之严重。那么在这种强烈的不满情绪之下，会不会导致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失去理智，铤而走险呢？其二，大家都知道，这火烧起来有个过程，这么大的火，电焊作业者扎铁柱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？这难道仅仅是疏忽吗？其三，多次扬言要火烧娱乐城的周培成，奇怪地出现在现场，而对自己出现在现场的合理性又无法做出解释。那么周培成在他无法自圆其说的30分钟之内都干了些什么？会不会钻进3楼的仓库故意放火？很值得我们怀疑。主任你好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来了，出这么大事儿，我能不来吗？来了就好。主任，看完您这篓子挺大了，是不是我来协助处理？老方，有我和茂才啊，你就不用操心。主任，我是刚调来的，又是您的人，我处理起来比较有利。怎么又来了？什么你的人我的人？什么有利没利的？老方，事情一出，大家的思想情绪一定很大。你这个主抓政治思想工作的副政委，做好思想工作就行了啊。周主任啊，都到了吗？都到，马上开会。现在呢，一部分同志认为是失火啊，一部分同志认为是放火。我觉得认为是放火的根据有，但是就根据这些情况就定为放火，我认为证据不足，还是应该以事实为依据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一定要慎重啊，不然的话，就会激化社会矛盾的。哎，陈主任，丽姐，不，你说，说吧，都是怎么回事儿？好，周主任，我们承认，我们疏忽大意，监管不严。苏阿福建的那片门面房，我们一是发现的比较晚，二是发现后处理不及时，工作拖拉。另外，仅仅是工作拖拉吗？你们有没有默许苏阿福这么干啊？周主任，这可不是事实啊！周主任，你想想，这我们哪儿敢呢？唐主任，你还有不敢的事儿？据我所知啊，钟楼区附近的市民群众对这片违章的门面房反应很大，有不少的举报信。市民群众都看到了，你就看不到？我说老方，你不要管这事儿好吧？不管，我跟茂才负责啊。我想就这场火灾说一下，大富豪这么赫赫有名的一个娱乐城，经营了这么长的时间，竟然没有营业执照，这真是不可想象啊，同志们！
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呐，天大的笑话！啊，还有街面房，这以前已经是明明禁止并且拆除的这类违章建筑，哎，现在竟然就这么盖起来了。我倒要问问，苏阿福怎么就有这么大的胆子？啊，我就有理由怀疑，他跟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里面的负责人有这个官商勾结，有权钱交易问题，是吧？工商部门、税务部门，啊，还有将军，你们公安局有没有这个渎职问题？不能回避吧？啊，王晓峰他不就是这大富豪这一片的负责人吗？现在王晓峰怎么样？不是被检察院给带走了吗？是，已经抓起来了。谈案情，谈案情。同志们，在这儿我不是要为扎铁柱、周培成开脱啊，他们只要是证据确凿是放火，该杀就杀。但是同志们，我们一定得要慎重啊，处理不好就要出大麻烦。我们一定要把老百姓放在我们心上啊。老房，我劝你一句，不要对自己的同志落井下石。周主任，你看茂才说的，这怎么叫落井下石呢？大家说说啊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不好好总结经验行吗？怎么向党和人民群众交代？汤主任，别的我都不说了啊，同志们，周主任这么信得过咱们，你对得起周主任吗？我说老方，你不要添乱好不好？我们听汤主任说话。不说。周主任，那我先说一件事儿，请方清明这个王八蛋从我们这儿滚蛋，立即滚！这，嘿，我们监察大队不需要这么一个因人设事的副政委，赶紧走！陈主任提醒的非常好，啊，我们一定要注意社会情绪。同志们不要忘了一个事实：扎铁柱跟周培成都是破产矿下来的失业工人，这样的工人在我们市，在常山市有3万。所以，我们公检法各个部门在办这个案子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慎而再慎，一定要以稳定为前提。王省长、汤书记，我们公安系统可能存在不少问题，但是我作为常山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，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我有渎职行为。周主任，我今天得把话说清楚。方清明当初是你们市城管硬塞给我们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们扔出去的垃圾往我们这儿塞呀，我这成垃圾场了。周主任，咱们今天先解决方清明的问题，解决完了以后，我们再汇报，再检讨。方副政委，不是我说你。哎，茂才，纠正一下啊，是方副主任。什么方副主任？方清明现在不是办公室副主任了，那也不是方副政委啊。这甭管他是什么，反正这号人呐，我们钟楼区不要。好了，无关的话题，这个会上不讨论。啊，继续分析案情吧。哎，我还要再说一下，我怎么觉得大家好像是越来越觉得认为这就是放火，这可不行啊！如果像这样就定了调子，那可是要误大事的。特别是叶检和将军，办案权操在你们手里边，你们千万不能这样。要是万一搞错了，那可是人头落地的问题。陈主任，我们现在不是正在分析案情吗？是吧？谁也没有定调子，对吧？那不刚才将军说，你们检察院也这么看的吗？陈主任，是这样的啊，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呢，放火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。江局和武局他们的分析判断呢，我和国境呢基本上是赞同的。当然了，不能定调子，对吧？我们不能带着自己的主观印象去办案，对吧？不管是放火还是失火，关键要看下一步的证据。目前看来，放火的证据还不是太充足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调查取证，对不对？方清明同志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自己是有问题吗？啊？为了你的工作，我和周主任费了多大劲呢？好不容易做通了汤主任的工作，
你才有了这碗粥喝。你这碗还没端稳呢，你就咬人家汤主任，还有点良心吗？良心？我的良心就是要对领导负责。方清明，你对领导负责，还用我帮你回忆一下历史吗？好了，吵什么吵？什么时候还不顾全大局？就是。老方，你的工作我们会再考虑。你现在给我回家休息。我再重申一遍，在常山，周主任的话就是最高指示，理解不理解都得执行。什么素质？同志们，我认为经济纠纷的存在不等于说扎铁柱就肯定会放火。我也请大家注意另外一个事实：扎铁柱他不是偶然到大富豪娱乐城去临时焊一次电焊，他是负责大富豪娱乐城的施工队长，他在那里干了半年活，对大富豪娱乐城的结构非常熟悉。他就是利用了这一点，制造了失火假象。江局长，究竟是疑点还是事实？我看已经不是疑点了，事实基本上可以认定了。你们说呢？王省长，我看还不能认定吧，这还是我们的主观推测嘛，对吧？叶姐，我看可以定。这么大的案子，这么多的疑点，我看先把扎铁柱和周培成按放火罪抓起来再说。150多条人命啊，叶姐，保证冤不了他们。吴局长，失火和放火可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啊。失火最高刑期为7年，放火就不同了，放火可是死刑啊。错了怎么办？我们能不能慎重一些？对，我同意叶检察长的意见，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慎重。同志们，我提醒一下啊，在办案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就是内外有别啊。即使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放火啊，也要注意对外宣传的口径。我个人的意见是就事论事，一定不要特别强调犯罪嫌疑人这个失业矿工的身份。啊，要讲政治，要顾大局。王省长的指示非常及时，应该作为一条政治纪律规定下来。不论是谁，只要他不顾大局，在这种时候挑起社会不安定因素，市委市政府绝不客气，发现一个处理一个。我再强调一下，啊，不管有什么理由，只要事实证明是有人放火，那该杀就杀。啊，今天你们公检法3家都在这里，要有个明确的态度，好不好？王副省长，我给你提个意见吧。你又说这个放火杀人，这不还是在定性吗？再说了，就是失火，我看也得有些人被伤着吧。王省长、唐书记，我们公安局坚决听省委、市委的指示，在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，都严格的按省委、市委的指示进行办，不打任何折扣。党领导一切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王省长、唐书记，我们法院肯定听省委和市委的招呼，依法办事，及时审判。我们检察院呢也表个态，我们一定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把这个影响重大的案子办好，不枉不纵，对这些死难者的家属和社会做出法律交代。开门！
啊！扎铁柱，闹什么？给我老实点！我要交代放火的罪行。好啊，同志们刚才表的这个态非常好。市委绝不会以权代法，不会干涉和影响你们办案，但是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也要注意到啊，比如子敬同志啊，你的丈夫黄国秀就多次为方舟装潢公司的李大川、扎铁柱打保票，我对他没有客气，我说这个保票你黄书记不要打，就让司法部门依法去办理嘛，对不对？唐书记，这些我都跟老黄讲过了。所以我说啊，依法治国，啊，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方方面面的问题还很多。这里面有一个权欲法的问题啊，以权代法、以权压法，同样也有一个情欲法、礼与法的问题。啊，我不否认啊，国秀同志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，他对工人群众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啊，但是这种感情不能代替我们执法，不能影响我们公正的执法。子敬，这可是个原则问题。唐书记，您说的很对，这方面问题我一定注意。村队，扎铁柱要交代了。什么？扎铁柱要交代？对起火的直接原因一定要查清楚。另外，对涉嫌渎职这方面的线索，恐怕也要马上查清楚。如果我们的行动迟缓的话，会给那些涉嫌渎职的犯罪分子造成串供的机会和逃罪的可能。现场的情况证明，渎职的问题不断存在，而且还很严重。比如说，苏阿福盖到路面上的门面房，还有大富豪的无照经营。好了，子敬同志，这些问题就不在这儿细说了。你们公检法3家依法去办就是了。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仍然是火灾的直接起因。同志们，我们的压力很大，不论是失火还是放火，都必须尽快的做出正确结论。王省长，唐书记，结论有了。扎铁柱放火，他本人主动交代了。唐书记，省委赵书记和刘省长很快就到了。王省长，先开到这儿吧。好吧。那同志们，今天这个会先开到这儿，大家不要松劲，各就各位。陈主任，你看我们是不是到长山界去接一下赵书记和刘省长？让他们直接去现场去吧，非常时期就别这么讲究了，是吧？您说呢？老班长说的对，朝阳，这个时候什么事儿都要谨慎。好，那我让公安局派部前导车在前面引路。好，我们跟前导车保持联络。咱们就现场等。好，走。前导车接到以后，注意保持和市委联系。对。一个昔日的抢险队长，怎么可能故意放火呢？叶检，连扎铁柱自己都承认了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叶检，省委、市委面临的压力，也就是我们面临的压力。无论怎么说，无论扎铁柱承认不承认，放火的嫌疑本来就不能排除，这就是我们的共识嘛。将军、武军，你们是不是上过什么手段？叶检，你要是怀疑这点的话，你就亲自见见扎铁柱，一起参加审讯。好吧，你们去安排一下吧。武军，你安排一下，好吧？那就叶检，还有张检一起去。哦，电梯来了。见了。叶检，我觉得吧，这事儿很明显，因为有经济纠纷的客观存在，扎铁柱很有可能是利用烧电焊做掩护，故意制造这个失火的假象。还有那周培成，也很有可能在他说不清道不白的那半个小时之内，就钻进了3楼的仓库，搞了什么手脚。要搞清楚周培成这半小时的去向，还有3楼着火，身在4楼的扎铁柱
是不是真的发现不了？我看，你们是不是做一次侦查实验？叶姐，我们都别说了，还是去听听扎铁柱怎么说吧。叶姐，现在许多线索马上要查，这报案人员缺口太大呀。从各区院里借调吧，今天就调，让政治部具体去办。另外，你给我牢牢地盯住涉嫌渎职的单位和有关负责人，一个都不能漏。该传的传，该拘的拘。好，叶姐，这是第一批涉案人员名单，你看一下。公安系统的那些涉案人员，先不要动。朝阳，关于善后的方案要灵活一点，对死难者家属的赔偿抚恤政策用到最大限度，不能按一般伤亡处理。现在稳定压倒一切，先花天消灾吧。也只能这么办了。死了150多人，他们的直系亲属都有上千号人，处理一定要妥当。是啊，所以对消防支队的武警官兵们的英雄事迹要好好宣传，尽量减少负面影响。对张支队长他们的英明表现，我要当面向刘省长和裴军书记汇报。王省长，我知道了。我的检察长姐姐，唐书记在会上说的不错。除了这个权益法的问题，对姐姐你来说，也确实存在着情与法、理与法的问题。另外，我所担心的是，这个黄国秀他主管破产煤矿的事，对方舟公司和再就业人员有感情，我只怕……你给我住嘴！黄国秀是黄国秀，我是我，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还行。这样是。裴军书记、刘省长，我们要向省委、省政府做深刻的检讨。我罪大恶极，我恨死了苏阿福，就故意放火。你们知道的，我是施工队长，20万要不回来是我的责任，我也就不想活了，就借着烧电焊，故意让大富豪娱乐城烧了起来。扎铁柱，你现在能认罪就好啊。那后来你为什么又要救火呢？不是歌唱家刘艳玲上来了吗？后来还有我们施工队的周培成，他们都看见3楼仓库着火了。我不假装救火不行啊！那周培成又是怎么到现场来的呢？他真的一点都不知情吗？就是没有周培成的事嘛，全是我一个人的事，真的。怎么这么巧啊？偏偏大火烧起来的时候，周培成也到过现场。扎铁柱为什么让周培成不要承认到过现场？
出于什么目的？把你们说的这些都写下来啊，不要推卸责任。总结啊，一定要深刻，是，还要有得力的整改措施，要争取主动啊。是，周主任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按照您和市城管委的指示办。好，就这样啊。好。老汤，你看方清明怎么办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就落在你这开碗粥喝？我说茂才呀，我求求你了，你看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给我添乱子啊！这方清明啊，在机关真的待不下去了，就算你老兄啊给领导帮帮忙，好不好？我说算了，方清明的事儿我们再另想办法，好吧？好，就这样吧。放火都承认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把周培成的情况给我说清楚。真没有周培成的事，我不能说假话呀。要逼，你们就逼我吧。150多条人命啊，就是逼我154，我也不冤呐。我认罪伏法，认罪伏法。我不想活了，我不想活了。检讨？你说的多轻松啊！155人呐，葬身在大火中了。你这个市委书记是怎么当的？啊？常山市委市政府那么多书记市长，都干什么去了？还有没有一点起码的责任心呢？把老百姓当回事没有？唐朝阳，我在问你。裴军书记，我和市委随时听候你的处理。裴军书记，朝阳跟永强上任不久，时间不长，所以，长工同志，你不要再替他们打掩护了。唐朝阳再任一天，就要负一天的责任。常山市出了任何问题，我和省委就要找他算账，这没什么可说的。唐朝阳啊，我告诉你，人民不会再替你们交学费了，交不起呀。赵书记，我们前任领导班子也有问题。陈主任呐，你知道就好，要好好总结，代价惨重啊。裴军书记，现在基本上可以认定是放火。坏人放火毕竟是防不胜防。就算是坏人放火，他常山市委市政府的责任也不小嘛。长工同志啊，这么快就把案情搞清楚了吗？现在基本上已经清楚了，这也说明了我们的公安还有检察机关过得硬。另外，咱们消防支队的救火英雄事迹，我想向你们领导汇报一下。是这样，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消防支队的广大武警官兵及时援助的话，那损失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所以我建议，要对这些英勇事迹好好的宣传一下他们，给消防支队的张支队长还有救火英雄们要记功。长工同志啊，我赞成你的意见，我们要正面宣传啊，英雄事迹啊要宣传，对于直接责任人要查处，要严厉的查处。查铁柱，在此之前，你为什么不承认故意放火？那我是心存幻想，以为你们查不出来。查铁柱，俗话说得好啊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再问你，你在烧电焊之前，有没有往仓库里浇什么汽油啊，还有其他的燃烧物品啊？没有，这没有，真的。那么周培成有没有可能这么干呢？没周培成的事，你们就当是我浇了汽油吧，你们枪毙我吧，我什么罪都认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
周主任，忙了一夜了，是不是先送您回家休息？休息什么呀？赶快回去准备咱们的检讨吧。市委省委饶不了我们。嗨，也是。哎，周主任，方清明怎么安排？是不是还回办公室？你说呢？我看这种人，哼，就该开除。这可能吗？他又没有严重违反公务员条例，我们办不到啊。周主任，当初您就不该收这个方清明进咱们城管委。这可是陈汉杰介绍的，他当时是市委书记，我敢不接收吗？让他去市人大，我跟方清明说。算了算了，我想一下，让他到火车站停车场待着吧。好，真好，再给他加个括号，正科级。哼。汤文林同志，我们今天来要跟你谈一下情况。哦，那是在这儿还是？我看，你还是到我们检察院去谈吧。宣布一下，汤文林同志，你的文件材料从今日起就地封存。市城管委周主任刚给我们开过会，让我们检讨总结。你们把材料都封了，我们拿什么总结啊？汤文林同志，这个总结恐怕要我们帮你做了。哦，那我给周主任打个电话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就配合吧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就配合了。好。周主任，检察院这么快就行动了？遇到之中的事儿嘛，叶县早就打过招呼的。哎，周主任，那我们得做做工作啊。你跟叶姐不是同学吗？我们现在就去找找她。哼，红发集团的老总不也是我们同学吗？去年不被叶检也办进去了。哎，中路区出这么大的事儿，只好公事公办喽。周主任，那咱们一定得保护好自己的干部。保护干部也得讲究原则。江局长、武局长、叶检，据执勤交警和报亭摊贩证明，昨晚8时至9时之间，在知春路口没有发生交通纠纷，更没有看见周培成和什么老人吵架。哦，还有，大富豪现场的侦查检验已经做过了，3楼大火烧起时，扎铁柱的确看不到。娱乐城前厅没有窗子，除非火从楼梯口窜上来，扎铁柱一般不可能发现。这么说，扎铁柱……好了，扎铁柱不用说了，他自己认罪了。江局、武局、叶检，我们的技术鉴定已经出来了，现场的确存在汽油燃烧后的残余成分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把这个文件发一下。来，把这份文件给打一下。哎，怎么去了？哎，老方，起来一下，我找不到文件了。哦，谢谢啊。这样，把检讨马上写出来，好吧？周主任，这件事我去办，绝对没问题。请您签个字。我说老方啊，你是不是不想让我活了呀？啊！我这不是等您给我安排工作呢吗？你看大家这不……方清明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周主任昨天一夜都没休息。算了，毛才，这样我单独跟他谈谈，来吧。留步。哎，我说老方啊，你自己说说，你能干点什么？您都看见了，钟楼区他们不要我，他们说名额满了，哼，我还不想去呢。眼下回办公室也不太现实。你还算有自知之明啊。主任，我这得罪人可都是为了您呢。你这，您安排的工作，我没有不努力完成的吧？背后听到什么议论，我马上向您汇报。
宣传科的那个小刘科长，他说我报告文学写得好。开始我还以为他不懂得报告文学和通讯报告的区别，后来才知道他们说的是我向您打小报告的文学。您说这是？叶姐，我们没有对扎铁柱上手段吧？别说了，把那个报补材料给我送来，我们马上审批。这么说，对放火的问题，我们又一次达成共识了。可以这么说吧。叶姐啊，你还没走啊？我们一块走啊。刚才唐书记来电话说，赵书记、刘省长要听我们案情汇报了。怎么又是汇报？我看你去汇报吧。我们这儿涉嫌渎职的案子还没有开始呢，人员刚刚集中起来。陈检、张检他们打了几次电话催我回检察院呢。别说了，叶姐，这是唐书记的指示。走吧。啊，武局啊，那我们去了啊。走了。叶姐，我们宾馆见吧。好，等会儿见。哎，好。哎，好了，以前的事儿，咱们不去说它，好吗？不说，咱不说。千难万难，不能让领导为难。主任，我最近在机关又听到一种议论，还变成顺口溜了，叫什么“听老婆话，跟党走，永远不当一把手”，这是消极。我就不这么想，党培养我这么一个干部不容易，所以我要勇挑重担。我回城后就来到了那城管委，来这之后给您干了1年多的办公室副主任了。您看，要不然我到郊区城管做个主任？你说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是没事。民意测验你倒数第一，回头你升了。这不是戴主任吗？（括号戴），让您跟他们有个交代。只要您给我一个红头文件，给我一个公章，我保证把郊区城管的衙门开起来，1年上交80万，争取100万。哼，你可真有气魄，乱说乱罚吧。我要是收了你这100万啊，市委唐书记啊就该撤我的职喽。这样吧，老方你到火车站停车场去，好吧？主任，我可是正科级呀。我知道，你放心，你的正科级跑不了，给你打上括号。主任，您可不能这么中间不分呐。刘主任，哎，主任，什么事儿？通知开会啊，传达省市领导的重要讲话精神。好。哎，老方，走了。我知道。哎，走啊！行，走。开会。长工同志啊，事故处理领导小组要赶快成立啊！省委省政府这边就是你了，由你任组长。我今天就上报中央，林永强让他赶快回来，啊！出了这么大的事故，他这个当市长的连影子都见不到，说得过去吗？朝阳同志。你给林永强打个电话，叫他不要再强调任何理由了。是这样，裴军书记，小林市长不是不愿意回来，是我没让他回来。这件事呢，朝阳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，我当时觉得是。你觉得什么呀？你糊涂！出了这么大的事故，震惊全国，震惊全球啊，同志！现在中央各部门领导马上就要过来了，可我们这位林市长却还在国外招商，你说能解释得清吗？领导们呐，还以为他在国外游山玩水呢。赵书记，中央首长电话找您。啊，接过来吧。好。看看。张姐，够办了吧？武局啊，你先放这好不好？哎，张姐，这可是叶检说的，需要马上批，这你不知道？我知道。
可你们的立案侦查材料，我们总要审的嘛。还审查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扎铁柱周培成必须以涉嫌放火罪逮捕。周培成也涉嫌放火，周培成承认了？他周培成承认不承认，都有放火嫌疑。这材料里写的清清楚楚的。是的，是，我们省委省政府有责任，责任重大。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，没有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时时刻刻记在心上，实质上是违背了党中央3个代表的重要思想。对，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。是。这样，吴局啊，你1、2小时以后再来。哎，你给说好，到底是1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？成，就1个小时。我马上把这材料送到侦查监督处去，行不？好，这还有点特事特办的意思。哎，吴局啊，少抽烟啊。谢了啊。哎呦，吴局啊，你好啊，怎么走啊？哎，对，走，你忙啊，再见啊。哎，国庆啊，叶检还没回来啊？叶检被省领导叫走了。哦，哎，他回来以后告诉我一声。哎，好嘞。首长，您批评的对，我们一定接受这次沉重的教训，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一次安全大检查。对，您的批示精神我们马上传达。我已经说了，如果有谁玩忽职守，让我们的老百姓流血流泪，我们就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对，对渎职干部，我们绝不护短，